律师送外卖，这不是段子，这是2025年的中国。在这个号称法治社会的国家，连手握法律职业资格证、毕业于名校法学院的高材生，都不得不穿上外卖骑手的制服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奔波送单。这画面不是讽刺，是现实的冷笑。从大学生送外卖到律师送外卖，中国社会的阶层滑坡已经触目惊心。曾经的律师代表着体面、稳定和中产的希望，如今却成了外卖骑手中的一员，而且还不是个例，而是越来越多。一位资深律师直言，过去20多年，中国的律师行业从可以养家糊口沦落到能活下来就算幸运。司法的黑暗、经济的萎缩、案件的减少、收费的下降，把律师这个职业逼成了一条窄到几乎没有出口的死胡同。天津一位南开大学法律硕士，本科还是211大学，履历光鲜到足以让人艳羡。他曾经立志学法律，以为自己可以在法庭上为弱者辩护，为正义呐喊。可是毕业那一年，他找不到工作。北上广深的大所实习岗位少得可怜，小所则充斥着坑蒙拐骗。他硬着头皮在天津一家知名律所熬了1年半，没工资，天天挨骂，加班到深夜是常态。转正后，工资3、4千，依然加班如狗。他选择独立执业，却发现案源比黄金还稀缺。1个月下来，账户的数字甚至不足以支付房租。最后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在天津能找到的工作不是送外卖，就是开网约车，要么去工厂打螺丝。于是，这位南开硕士也加入了美团骑手的行列。骑电动车的风吹在脸上，凉得刺骨，那不是秋风，是中产梦想的坟头风。更悲哀的是，这并不是孤立。2023年12月，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，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的年轻人，公开宣布转行送外卖。他说，厌倦了勾心斗角，想让心静下来，体力动起来。北京的一位律师拉不到案源，也成了骑手。他甚至在送餐间隙向同行讲授法律知识，讽刺的像一幕小品。为什么律师越来越穷？因为案件数量锐减，价格断崖式下跌。有网友翻阅多份民事判决书发现，中国法院判给当事人的律师费，常见区间是3000到5000元。别忘了，这里面还要扣除律所抽成、税费和各种潜规则开支。到律师手里，剩下的钱还不如送1个月外卖多。司法的尊严被压缩成3、5千元一单的快消品，律师从智力劳动者变成了法律跑腿。曾经西装革履的他们，如今像快递员一样追着订单跑，只不过手里递的不是外卖袋，而是合同和法律文书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经济下行的裹挟下，律师行业内部也在加速腐败。上海一位资深律师揭开了网推所的内幕，那是律师界的依托，业内人叫律托。这些人坐在律所办公室里假装律师，用花言巧语骗客户签下高价合同，然后层层盘剥，真正办案的律师拿到的钱寥寥无几。有律师讲过一个案例，某律所假称与检察院有关系，收了客户24万元，结果案子根本没立案，凭空编出了一套流程，把钱稳稳装进口袋。经济不好，骗不到人就砸钱去做网络推广，然后形成恶性循环。他说，网推所全称网络推广律师事务所，靠百度等平台买排名，线上获取客户，再通过销售话术套牢对方。这些销售甚至根本不是律师，却比律师更懂怎么忽悠人。他们会承诺100%胜诉熟人打点，但这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。结果是，老实做事的律师被淘汰，撒谎成了行业标配。司法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底，全国执业律师为65.16万人。2年后，
这个数字在2024年已飙升至75万，增长近15%。然而，案件量和收费却在下降。业内律师估算，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普遍下降了50%。这意味着新律师根本没机会，老律师的收入也被腰斩。全国有律师事务所3.86万多家，其中合伙所占73.16%，个人所25.28%，国资所仅1.56%。除了少数公益性质的公办所，大部分律所都商业化运作，靠市场养活自己。可当经济不景气，市场就变成了一块瘦骨，人人都来啃，却没有肉。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，中国律师行业的商业化运作不仅改变了职业生态，更动摇了司法公正的根基。有律师直言，当律师行业的血液被商业化污染，它就不再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利剑，而是咬人的毒蛇。为了生存，许多律师放弃了职业操守，把精力花在如何从客户口袋里套出更多钱，而不是如何赢得公正判决。更荒唐的是，当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时，地方司法局往往一句律所没有违规就把案件盖棺定论。只要能开发票，为地方财政创收，律师骗24万元也被称作本事。法律成了赚钱工具，公权力则为骗子保驾护航。这样的环境下，真正业务过硬，想要为弱者辩护的律师反而最危险。一旦触碰到权力的逆鳞，就会被边缘化，甚至被打压出局。久而久之，那些守住底线的律师越来越少，行业的整体信誉一落千丈。有律师回忆，2000年的律师行业虽然不完美，但总体相对干净。那时他作为人才引进到上海，只花了100元做验证，没有任何塞钱环节。律协的会长、副会长还会主动把医疗事故案件介绍给他，因为那时还有人愿意为弱者奔走。但一切在李庄案之后急转直下。2009年，重庆打黑除恶运动中，律师李庄因代理案件被抓，引发全国部分律师集体罢辩。然而，风向仅仅1天就彻底逆转，律协副会长被罢免，从此律师行业彻底政权化，行业自律被权力收编。后来的律协领导，甚至有人因贪污而锒铛入狱。有律师形容整个体系从上到下，从骨髓到毛细血管全部烂透了。律师行业不再是正义的守门人，而是权力体系的一环，甚至成了维稳机器的附庸。律师转行，一场社会结构的塌陷。当律师也不得不靠送外卖、开网约车来糊口，这不仅是行业的崩塌，更是中国社会阶层断裂的信号。律师曾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支柱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懂法律，收入稳定。如今，他们也被抛入和外卖员、工厂工人同样的生存赛道里，拼命奔跑。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势。大学生送外卖，说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断崖式下降；律师送外卖，说明中产阶层的职业壁垒彻底被击穿。当连体面工作都不能提供稳定收入，整个社会的向上通道就会迅速堵死。这种下行的通道是单向的，你可能从律师变成棋手，但几乎不可能从棋手变回律师，因为法律行业的人脉、案源、信誉一旦断裂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以目前的行业趋势来看，未来3-5年，中国律师行业很可能出现大规模退出潮。假设按75万职业律师计算，如果行业收费水平再下降30%，将有至少20万律师无法维持基本生活。在东部沿海城市，一位新律师的月收入可能低至3000至4000元，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，这个数字甚至不到2500元。与此同时，律师人数还在以每年2万至3万的速度增长，案源却没有同步增加。这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惨烈，
行业内的价格战和虚假承诺只会愈演愈烈。当老百姓发现找律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还可能被二次收割，对司法的信任会快速瓦解。一旦这种信任危机形成恶性循环，不信法律，不找律师，案源更少，行业将被彻底推向深渊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行业困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性溃败。当法律失去了公正的内核，经济衰退只是催化剂，真正的病灶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律师送外卖不是个体的不幸，而是制度的必然。当一个社会连最懂法律的人都无法靠法律吃饭，这个社会离彻底失序就真的不远了。而在那一天来临之前，更多的律师可能还会穿上外卖骑手的制服，在十字路口等着绿灯，